这功法是要练一辈子的，不是3年热，也不是10年就结束的事。但有些人啊，练了一辈子太极，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劲，什么是力，不懂怎么养气，不懂全经全论在讲什么，也不知道怎么用意不用力，怎样凝神又不伤气。打拳没有神气，不会鼓荡，也不知什么是听劲，什么是年劲。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努力，而是方向错，再努力都没用，气路歪了，心也就偏了，前面走错一步，后面就都错了。那怎么办？现在功法那么多，书也看不完。所以我才说心法要慎之又慎。你听到什么方法，看到什么诀，不要急住练，要问朋友，问可信的人，更要问明白的师父。现在网路那么多教法，但练气的路不能自己想象，不能乱猜。心一偏，气就散了；气一虚，神就不见了。那什么样的人才叫名师？名师不是穿得像讲得玄的，是他真的走过那条路。他不会只讲理论，而是能带你走，带你练。你一碰到他就知道不一样。你气走不动，他一点就沉；你练得乱，他一句话让你静下来。真正的名师是让你回到自己的人，不是让你依赖他，崇拜他。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他是不是真的。这条路是内功的路，走对了气会自己来，走错了再多时间也补不回来。这次师父说要带我走进太极内功真正的起点，心与气相守丹田。他说那不是一种想象，也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种身与心，气与意都能慢慢安下来的状态。师父还提到一个我以前只听过却从不懂的词，任督二脉。他说那不是小说里的奇经，而是你身体里的路，等你气能沉，这条路才会打开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知道这一次我要学的不只是拳，是气，是心，是把心气守回身体的地方。那天清晨，师父说他今天要教我气，但不是呼吸的气，也不是运气的气。他说你若不知气是什么，就别谈气沉丹田。师父，我练拳时您常说气浮了，气没沉，那到底什么是气？它是空气，是能量，还是想象？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说气，但不知道气是什么。其实气有3种，第一种在体外，是空气。我们呼吸之气就是这种气，它能让肺张合声音出来，氧气进身体。没它人活不成，但它只在体表打转，还进不到深层。所以这是最表层的气。对，空气在皮毛之间转，只能称为气之始。它如风如云，如水气变化快，但也最不稳。第二种在体内是血气，这是支撑你身体的根本。气推动血，血带着气走，气行于血，血在助气，两者互相依赖。就是那种感觉热热的气血上涌的感觉吗？比如你跑步兴奋生气的时候，脸红心跳加快，那是血气在浮。但当你静下来，体温平和，呼吸深长，那就是血气调顺。这时的气不再只是氧气，而是变成了身体中的推动力。气能帮你推动什么？来，我问你，你觉得是什么让肌肉能收缩，骨头能活动，神经能传导？是意志，还是脑袋的神经讯号？都对，但那后面还有一层看不见的东西，就是气。气不动，神经也迟钝；气不足，肌肉也乏力。
像是电流，没了整套机器都不跑。气是内在的动能，是活着的推手。再来第三种气最重要，叫做丹田之气，也叫气海，是身体里的蓄气之库。丹田是在肚脐下那一块吗？对，肚脐下1寸3分，往内语后面命门3:7的位置，那一带就是丹田所在。古人说，藏经之事，气之根，都指这里。当你呼吸深长，心神归移，气就会慢慢从胸口沉入腹内，久而久之，这一带就会变成你身体的能量池。当你能把气养到丹田，它不再只是跑来跑去的风，而是变成沉在水底的石头，稳沉有力。而这丹田之气，才是将来能贯通全身、启动任督的根本。那怎么知道自己气进丹田了？气沉丹田的体感因人而异，但有几个共通的现象：呼吸自然变慢，像海浪一样深而长；腹部内部有一种温热、微胀感，甚至有点气泡感；脚底会时心会静，脑中不再乱想。那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像沉进水里，不是憋气，而是被包住。原来气不是一种东西，而是活着的方式。有些气是浮，是飘；有些气是沉，是稳；有些气是在里面，是可以被守住的。师父说，真正的功不在气跑得多快，而在你能不能让气安住下来。等你明白气的3层，才能分辨自己当下在第几层。若你气还在胸口打转，那你还在浮气；若你能脚稳心静，气入腹，那你开始有实气；若你能守气于丹田，让它日日不散，那就进入了养气。等哪天你气沉能久，身体开始发热发沉通透，那时你再来问我什么是任督，我再告诉你它的门怎么开。师父，昨天我练站桩的时候，气真的有沉一点，但一会儿又觉得浮回来，好像守不住。您说要心气相守，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就对了，你开始感觉到气沉和气浮的差别了，那就要再下一步守气。气落下来只是第一步，你能让它不乱、不散、不走，那就是心气相守。在我们身体，理气就像水，而心就是管水的闸门。水能不能停在丹田，取决于你的心能不能安在那里。你想想看，一碗水放在桌上，如果桌子一直摇，水能不溢吗？心如果一直动念头，胡思乱想，那气就像水，被摇得乱跳，怎会沉？但不想事情真的很难，我一站着就会想到今天要交影片，还没剪，要买菜。这就是功夫的开始。很多人以为练气是练呼吸，但真正的气功是练心不乱。你要学会守心于一处，不要叫它不响，那会更烦。你只要轻轻地让心留在身体里，像是专注在脚掌贴地的感觉，或专注在呼吸的节奏，更可以轻轻意念再度脐下1寸半，也就是丹田。就是心在哪里，气就在哪里。对，心守丹田，气自归根。你越能让心停在丹田，气就越能沉聚化。有时候我以为守心很抽象，但师父说的简单，就是每天找个时刻，什么也不做，静静站着，只做一件事，把心安在丹田。来，站好，我教你一个练习方法，静站守气法。两脚与肩同宽，脚趾微扣，地膝微弯，尾闾收。
双手自然垂放或轻轻抱球，嘴轻闭，舌顶上颚，呼吸自然，心轻轻，注意肚脐下，别压别想，只是在那里，想法起来也没关系，不跟着跑回到丹田就好。有点感觉了，像是肚子微微发热，整个人好像被包在一团静静的气里。很好，那就是你气开始守住了。这一守时间一久，就像养炉，气会聚起来，像温火慢炖，煨在丹田里。守不是压，守不是死盯，是让心回来，停在一个地方，不急不散不求。气沉不是叛命，用力想下去，而是你够稳够静，它愿意待下来。你只要能让气稳稳待在丹田10分钟，那一天你的身你的心就有了一个中心。有点像心气都有各家了，不再乱跑。对，气有根，人就稳；气若无根，哪怕再强，也只是空中楼阁。我们从小被教导去用脑想事情，但太极教我用身体守回来。当我站着，呼吸着，把心守在丹田，我才第一次感觉自己不再是碎片，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师父常说，不是每天打1个小时拳才叫修行，而是你行住坐卧，每一刻都知道气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，那才叫做真的养气。我以前总以为只有练拳的时候才要注意气，但师父让我明白，气不只是练出来的，是活出来的。我怎么觉得练了气还是很容易散？明明早上站了桩，晚上就又浮了。你练气只在练功时间练，那气怎么可能留得住？气是要靠活出来的。你走路的样子就是你气的样子，你坐下的方式就是你心的所在。我教你4句话：行如流云，站如老松，坐如钟鼎，卧如吉祥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说。首先是行，进起后脚跟，气从地起。你走得太快了，你的脚只是在动，没有在走。走路要让气从后，脚跟升起，不是用大腿带动身体，而是后脚一蹬进，从脚跟起，贯穿全身。劲从脚跟像什么样的感觉？像是你从地板借力，身后那股力一路从脚穿过腿到腰，再到脊，就像竹子船，水气是一口气，不能断。你看后脚跟一蹬，前脚贴地，全身不摇，心安于脚下，气沉于丹田，这就是行中有功。好像真的走起来比较稳，也比较不喘。接着是站，站如老松，气沉不浮。很多人一站就像柱子快倒，东倒西歪，但你要学会站如老松，松中带根，静中有劲。脚跟稍扣地，膝部锁死，尾闾收，下巴微收，头顶微提。不错，再来别让心跑出去，守住丹田气就不会乱。站在这里也是修行，你不动，气才会动。接下来是坐，坐如钟，稳如山，气自沉。你这做法气全挤在胸口，肩膀僵死，怎么可能守气？坐也有做功，坐如钟，腰直臀实，头正脚平，手轻放膝上，舌顶上，恶气自然沉入丹田，有种气下来，脑清醒的感觉。坐着也能练气重点，是心不飘气就不跑。即使在办公桌，在车上，只要你身形不乱气，就会自己沉。最后是卧，吉祥卧眠中养气不散。睡也可以休气，而最好的睡姿叫吉祥卧，是佛陀入涅盘时的睡姿。
右侧卧，右边身体朝下，双腿微曲叠放成弓，右脚在下伸直，微曲左脚在上，膝盖较弯约90度贴地，右手弯曲托头，大拇指压住耳后，其余贴着脸颊，左手自然放在左大腿上，腰部放松微曲，舌尖轻抵上颚，呼吸细微绵长，像是身体自然成一个弓的形状。对，这样身体内脏不压迫，气血能通，气沉不散，梦也不乱，这叫眠中养功。师父说，睡不是昏死，而是回到内在最自然的气感，一夜熟睡如修，一场静功。那天我第一次用吉祥卧入睡，没有特别用力关气，也没有数呼吸，只是安安静静的躺好，心守丹田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在一片湖里静静漂浮，整个身体没有一点力气，却也没有一点恐惧。我第一次感觉到气沉丹田，原来也能发生在睡着的时候。气不是练出来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你要气聚而不散，就要心不离丹田，行住坐卧皆是道场。你若心中有气处，处都是修行。以前我觉得修行是要上山闭关苦练，但现在我知道，只要我愿意把心放回来，气也会回来。修行不是离开生活，修行是在生活里把心守住，把气养好。